亲爱的灵魂家人，欢迎回来！我是宇宙为你指引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。每一年的立秋都是一个结束跟开始的交界点，旧的周期开始退场，新的契机悄悄地铺开。而2025年的立秋恰好又遇上了水逆加冥王星逆行的关键时刻。最近呢，我也深深地感受到能量的转换，所以也代表着真正的大反转要来咯。所以今天的塔罗牌会告诉你，在立秋这段时间，你会迎来哪一些能量上面的震动，会有哪一些旧的限制开始瓦解了，会有怎样的一些逆袭，即将开启怎样的全新状态，会有哪些事情发生，当下要准备做好怎样的一些行动，有怎样的一些思想，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，接收逆袭。可能这一次的翻转就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突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们就来接受宇宙给到你足够的力量。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，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。最左边是第1组，中间是第2组，最右边是第3组。我们要选择1组牌卡进行聆听。首先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，跟着我做，闭上眼睛，把我们的肩膀下沉，腰背挺直，把大口呼气，大口吐气，专注度放在呼吸上，放在眉心之间，吸气，吐气，集中我们的能量。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：亲爱的宇宙，立秋这段时间我将迎来怎样的人生大反转？会有哪一些运势反弹呢？感谢你的指引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。询问完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指引了。公屏打出来，立秋之后，我会有梦想实现，我将幸福，我将丰盛，我将运势不断的提升。感恩宇宙。留言好之后，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，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宇宙给你的讯息，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。记得心诚则灵哦，也可以多多的聆听几遍来吸收视频的能量，来记住当下你需要有怎样的一个思想的转变，需要有哪一些实际的行动来接收这些好运，迎接这些反弹哦。好，那现在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到你的讯息。但是首先呢，我们要来验证一下当下你目前的能量。如果有对应到你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。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，代表刚才的静心冥想小仪式并没有集中自己的能量，你是通过逻辑思考在选牌哦。好，首先呢，可以看到目前你正走出混沌，迈向坚定跟勇气。也许在2025年的7月底到8月初，你可能会经历一段比较容易情绪化的时候，但是你的能量场呢，还是会显示出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，你都心态算比较积极正向的。你正在摆脱过去的一些混乱的状态，进入到一个更自我、更清晰、更稳定的情绪上面。尤其是近期呢，你会更加通过自己的感觉、自己的想法来做选择，不会被别人的声音呀，不会被周围所影响了，也不会去讨好别人而去压抑自我。可能有时候呢，仍然会有一些小小的犹豫啊，或者是不安的这种心态，但总的来讲呢，你会越来越靠近真实的自己，你的能量呢正在快速的去得到一个回升，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动摇的情况。也许在8月5日到8月28日这一段时间呢，
在自己的这种思绪上面还是会有一些混乱，还是会有一些旧有的课题，可能会拖入到过去的一些情绪，或者是有时候会想到自己做错的一些事情，有时候呢突然会有一些失落，或者是悲伤，或者是有一些遗憾。但还好的是呢，你很快的就会调整自己，不会把自己陷在旧有的这种包袱模式里面，而且对于过去呢，也更愿意去放下，也选择更多的一些原谅。这种原谅并不是说你软弱，你忘记了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呢更加简单轻装上阵，不会给自己留下太多的一些杂念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从过去之中有学习到，有经历过就好了。最主要的是享受当下，最主要的是创造未来。所以在心态上面呢，不会跟过去的人事物有过多的一些纠缠了，懂得宽恕。同时也感恩过去的这些经历跟成长，不再被过去定义，也不需要现在或者是卡在旧的一些事物上面，而是要去为未来负责任了。可能你正在进入到一个力量觉醒的阶段，这些呢都是会让你看到自己有更多的一些价值感，感觉未来呢是有更多的可能性，是充满希望的。大概水逆在8月28号结束之后，真正的那种能量，你会从9月3号开始，然后进入到更加自信、没有恐惧、勇敢的状态。现在的你呢，就是一位逐渐回到以自己为中心，然后准备迎接好人生反弹的那个很好的一种灵魂开放的状态，这是蛮好的。可能近期呢，你也感觉得到哦，自己会有更多的一些乐观，更多的一些积极，更多的一些希望，这是很好的一种情况。运势呢是在慢慢的提升之中，很可能就要爆发了。而在这一段时间呢，就是立秋这一段时间，8、9月份呢，又会是有怎样的一个能量上面的互动？首先，五角星2这张牌卡可以看到，水星在处女座逆行这一段时间，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很忙，或者是有一些计划呢，就是有一些延迟，有些沟通上面可能会出现不是很顺畅的情况，好像有一些节奏被打乱了。没有关系哦，在这种忙碌之中呢，虽然你可能会在不同的状态之间拉扯，但是你会真正的去好好问自己，那在这么忙的情况之下，自己到底要的是怎样？在事业跟生活之中，在情感跟独立之中，在安全跟冒险之中，如何去掌控平衡？反而出现了这种忙碌、疲倦，然后很多事情要去处理的这种状态之下呢，让你更多的去知道如何激发自己的能力，如何去保证好像面面可以俱到，那如何让自己更加知道先做哪一步，后做哪一步，会更加的有自律，更加的有控制的状态，这也是比较好的。所以水逆这一段时间，这种忙碌呢，还是要去感恩的。这种杂乱呢，真的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能力的显现。第2张牌卡呢，魔鬼哦，可能代表着你正在摆脱某一些束缚，这其实是一张非常关键的牌卡。也许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也许有时候呢你会有一些自我否定的内耗，也许有时候呢会出现一些金钱上面的焦虑，也可能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你会有比较强烈的这种吃醋啊、嫉妒啊，或者是想要控制的这种感觉。但是这一段水逆的时光呢，会让你看到那些真正
可能让你喘不过气的东西，可能你会看到有一些欲望把你困住了，你是可以挣脱的。当你学会放下之后，当你学会自我满足的时候，好像也就蛮轻松的，不需要那么多的疲倦，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些控制。而很多时候呢，真正限制你的人，其实就是自己内在的那一个害怕失败、渴望被认可的小孩。当你不再害怕，不再被某一些观念、某一些冲动欲望控制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有更多反而的力量，反而一些幸福价值的收获。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有足够的智慧啊，而且有足够能力的人，你是完全可以打造属于你自己的稳定生活的。在水逆这一段时间呢，会出现一些混乱，但是呢，你会开始不去追求外界的一些完美，不会去追求事业要多么的成功，学习要多么的可能分数高，或者是自己有多高的文凭，自己有多么多的财富。其实这一些东西不会给你带来真正轻松快乐的状态，所以你也会开始去放慢脚步，去建立自己内在的掌控感，去建立自己内在的这种很丰盛的一些意识。目前呢，通过水逆，你会有更多自我心的一些觉醒，这些都不会让你好像更加的完美，而是让你更多的一些真实，对自我呢也更多一些坦诚。所以水逆是宇宙的整理术，而你呢是开始重整之后，会最清晰的去面对自己，而存在，而做让自己真正愉悦开心的一些事情。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反转哦。可以看到呢，心灵上面会得到一个释放，感情呢也会获得疗愈，会突然的这种释怀。特别是9月下旬，金星进入天秤座之后，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迎来更加和谐、更加平衡的机会。特别是可能有一些误会，然后消除，可能有一些合作更新，可能也会建立更加有秩序的情感关系，所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哦。好，那么具体在水逆之后，我们会迎来哪些方面的大反转呢？看一下具体会发生哪一些事情哦。好的，首先在立秋之后，然后9月金星能量的推动，你的人生呢就会像一颗即将破土的种子一样，在最不经意的时候，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开始绽放，会迎来很多的奇迹。比如说在感情方面，你会收获到宇宙给你的祝福，你会得到情感上面愿望实现的能量。也许过去呢，你许下关于感情的心愿，也许是一个人，也许是一个理想的生活，也许是一种更舒服、更自在的温柔状态。那现在可以看到，这些都会逐渐的成型，梦想会实现的，会有新情感、新的机会，或者是新的灵感涌入到你的生命之中，会有更加的满足、自足、喜悦，以及从精神到外在的这种幸福感的显现。爱情上有可能会遇到让你心动的人。如果说你已经有恋人的话呢，你和自己的伴侣会出现
更深刻的情感连接，又会再一次的心动，再一次的这种浪漫擦出激情跟火花的。在工作室上呢，可能你会发现更好的项目，或者是同事之间、客户之间有更多的让你满意的合作。然后在自己的精神上面，你会感受到，其实你真的比你知道的、比你想象中的幸福很多了，所以也会有那种情感圆满、感恩的那种想法，这是非常棒的。所以你越是感恩呢，你越是幸福，越是好运。接下来呢，也可以看到你会从迷茫或者是拖延之中醒过来，踏入到一个更加让你喜悦开心的、更加稳定的生活阶段。可能过去你一直在犹豫，想着要不要去搬家呀，要不要开始一个新计划啊，或者是要不要去转行，要不要去创业啊等等的，你可能会在想一些新的道路，会纠结适不适合你自己。在进入9月之后，你会突然的明确，你终于会明白什么是你真正的喜欢的道路，而不是可能外在的社会的爸爸妈妈的定义的这个道路。你会知道你内心真正的喜悦的是什么，所以你不再害怕去做决定，反而去主动的做选择，会有更多强烈的欲望整理自己的人生，然后可能会去做一定的断舍离，可能会在人际关系上面有更多的一些界限边界，可能更懂得去规划自己的金钱、财务、理财，也可能会去更换自己的住所，或者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些软装，添置一些家居，或者是扔掉一些不要的衣服，所以会更懂得如何去打造一种稳定感，也可能会去参加一些生日派对啊，或者是一些欢庆的聚会活动，朋友订婚、结婚这些活动会吸收到这种欢喜的能量，而这种欢喜的能量呢，也会给你注入更多的一些选择，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，这是非常的好的。并且呢，在自己的事业、金钱、能量上面会全面的翻红哦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我们出现了权杖女王这张牌卡，你正在从一段能量之中恢复元气。可能现在呢，你正在慢慢的提升，接下来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加独立、更加有主见、更加懂得掌控局势的角色。你越是不去掌控，越是有这种松弛感哦，反而可能周围发生的一切更随你意。在金钱财富上面有更多的储蓄，有更多的累积，也会收获到周围家庭啊、亲人啊、人际关系的支持，内心呢也是有比较强的安全感的，可能整体生活会变得更加的有条理呀。自己在工作或者是学习的领域里面成为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，领导啊、老师啊给你更重的一些任务，表现很好，最后可能在自己的分数上面有分数的提升了，或者是在自己的金钱、工资、奖金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加薪了。总之呢，你付出了，一定会有现实的一些回报，你完全可以看见哦。在人脉上面也有更多的资源整合，你将进入到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阶段，付出多少的力就会收获多少的一些力量，这是很好的。可能有时候呢，还是会出现一些分心啊，或者是幻想很多的方方面面，但是9月份之后，你会开始明白，不再去依靠别人，不再去幻想，而是更加脚踏实地、现实的去做一些动作。你是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
去完成一些任务，去完成一些事情的。你将明确自己的目标，并且呢，不再东张西望了，去聚焦自己这个目标，现实，停止内耗，最终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的。所以自己做事情的完成度也是非常高的。你只要保持积极的行动，积极的想法，你就可以实现自己一个一个的小目标。当你实现自己一个一个的小目标了，自然离自己的大目标、大梦想也就不远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出现了悲伤这张牌卡，但是悲伤这个主牌呢，旁边又是权杖6跟五角星3的副牌。所以可能有一些事情呢，自己一个人完成不了，周围的人是会帮助你去完成的。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一定去带着自己谦虚的心，带着自己不耻下问的心，去寻找周围的同学啊、同事啊，或者是领导给予你帮助的话呢，其实他们会很乐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于你的。众人的力量一定是大的，团结的力量一定是大的，他们会给到你更多的一些智慧指引，或者是给到你更多的一些经验哦，完全不要担心。所以在立秋之后，贵人是自己找过来的，好吗？你知道你将会被看见，而且你也会获得尊重的。不用任何的不好意思，别人是愿意跟你合作的，并且在自己的这种团队啊，或者是自己工作学习的这种氛围里面呢，也是蛮好的，没有任何的政治环境，会是一种大家都很团结合作的这种环境，大家也愿意互相的支持，这是非常棒的一种亲密关系。即使之前呢可能有竞争啊，或者是有误解啊，在立秋之后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的。多多的保持你的善良，保持你愿意去帮助别人，保持你的这种笑容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嘛，多多的展现你的笑容，多多的去问一下人家需不需要你的帮助，其实这些呢都是建立很好的一些人脉的。总的来讲哦，在立秋之后会有一波能量上面的大反弹，这个呢应该是在光之回归的能量。虽然这种反转呢不是一夜之间的，但是你会看到你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你的坚持正在发光。你只要去采取实际上的一些动作的话呢，这些通通都是可以实现的。金钱运提升，感情运提升，以及自己呢也会有更多自我价值、自我能力的提升。最后呢，宇宙告诉你怎么样去接住这一波反弹呢？要注意什么？都传递的是一种比较积极的能量哦。宇宙告诉你，不要想太多，想太多的话呢，可能想得复杂了，就没有办法去行动了。也不要去为未来而去设想，去想着我先去规划一下，先去计划一下。其实你只要去干就完了。其实也就是说，当你有任何好的 idea， 那你就去行动，边做边去调整，不需要先去计划，而是在做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再去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里面，可能有一些压力啊，可能有一些挑战啊，没有关系，你是完全可以挑战成功的。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会越做这件事情越顺利。你就更容易找到一些突破口，不会去被卡住的。反而是如果你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思考怎么样做的话呢，其实完全没有意义，因为都是在那边幻想跟空谈。如果说你太多去确定未来会怎样的话，可能这件事情就会延迟。那不如说不要想的一步到位，先动起来再说。想到就做，错了就改，速度永远比完美，永远比设想更加重要的。所以亲爱的，你完全有底气，
你完全有信心，只要控制你的拖延，控制你的这种小情绪、懒惰，或者是太多思考的这种不自信的话呢，你就是可以去完成你想完成的所有目标的哟。哇，这个讯息是非常的强。立秋之后呢，你的能量是很强的，要去做什么事情就直接去做，相信80%你都可以去实现哦。最后呢，宇宙就告诉你，现在是速度加执行力决定结果的时代。对于你来说，不是能不能做，而是你敢不敢做。只要敢的话，那就去做。反弹不是等出来的，是冲出来的。去面对你最怕的那个挑战，去打那一通你不想打的电话，去发那一封你一直没有发的邮件，停止那些无效的分析，列出来你早就想做的事情，今天就开始，然后给自己设一个，比如说48小时内必须完成的小目标。不是说我要去把它做得很好，而是我先去做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会接住这一波能量，知道吗？星象、星辰也会回响你的，你就可以得到大反转，收获到命运给你的奇迹哦。因为好运你已经拥有了，最近你是否已经有感受到了呢？好的，亲爱的，记住宇宙给你的指引哦。那最后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受宇宙给到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检测一下当下你的能量状态。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，那么就可以继续往下听。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刚才的静心冥想仪式，集中一下我们的能量，再进行牌组的对接哟。好。那么可以看到近期呢，会不会有一些疲倦，会不会有一些做牛做马的这种心态呢？自己可能会有一些不安，有一些孤立，有一些精疲力尽，可能你正处在一个比较能量低谷的尾声，可能觉得最近的生活呢，好像是有一些透支，好像是有一些消耗，有一种撑不住但又不能停的感觉，有一点点卡住。也许过去呢，对别人的这种责任啊，或者是工作上的这种压力啊，或者是对自己有过高的一些要求，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休息，好好的去度假，好好的有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可能你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好，但是这种努力呢，并没有得到你期待的这种回报。也许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些茫然，也许有时候会有一些自我怀疑，也许有时候呢，感觉自己做的事情，自己的价值没有被看见，没有发挥得更好，或者是自己当下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，对未来会不会产生价值呢？近期呢，会有一些自我很多的一些疑问，在情绪上面好像也有一点没有办法传达出去，周围没有特别能理解你的人，即使可能有跟朋友聊天啊，或者是跟别人聊天，都没有办法让别人跟你感同身受，好像自己在一个角落里面正在去消化自己的一些情绪，整理自己的一些心事。但宇宙告诉你没有关系哦，因为你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清理，可能是情绪上面的清理，可能是能量上面的一些清理，也是代表着你正在保护自己，不想再一次的受到伤害了。特别是随逆从8月5号开始，反而会激活你对孤独、对信任、对安全感的这些旧有的课题，可能有时候会让你短暂的陷入到一些自我否定，或者是否定关系的这种状态。实际上呢，这一切都只是能量翻转前的这种前奏而已。目前呢，正在进入到一个情绪上面的排毒，
你只有看到这种最深层次的可能消极的暗黑的情绪之后，你才可以去整理它，你才可以去排除掉它。这些并不是你的弱点哦，是宇宙在帮你清理那些不再适合你的能量，不再适合你的连接，所以会感受得到一些疲惫。而水逆结束之后，9月3日前后，你就会感受到很明显的这种好的心情、积极的能量回来了，慢慢的就会感受到那种光之回归的状态。而这一次，你更加懂得自我，你更加懂得哪些事需要去珍惜，哪些状态需要去调整。你不是变脆弱了，而是你开始诚实面对真正的自己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可以看到，最近呢，会是一个自我修复的关键阶段。你会面对自己真正内心的这种孤单，也会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一些渴望，然后重新构建那种属于自己的美好的一些梦想，美好的一些连接。你会进入到能量回升的通道里面，而8月份的这种水逆也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的。8月份的水逆呢，会让你看到，其实方向盘就在你手中。可能当下呢，你会有一些疲倦，自己就像是一个开了好像10多个小时车的人一样，肩膀也是头痛的，眼睛也是比较干的，脚呢好像踩刹车也是踩得比较痛了，你还坚持着向前开，你不允许自己出错，你不允许自己可能耽误，就好像是你后面坐着一堆人、一堆责任、一堆不能崩的理由一样。但是水逆来了，会告诉你慢一点，其实你是可以靠边休息一下的，不要太疲倦的去开车了，反而可能一直push自己呢，会让自己容易出事情哦。所以这一段时间呢，会逼你去承认你自己其实已经比较累了，你需要一个暂停键，你需要重新去调整一下方向盘。但好的是，方向盘是在你手中，你是有控制的力量的。而国王呢，他本身也是一个很能负责任，好像很能扛起一切的一个人，所以落在水逆这个时间的状态里呢，他并不是说你要更强，而是告诉你，你是不是太习惯去逞强了？你是不是有时候太靠得住了？你不需要太拼命的去证明自己，你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来承担。其实不想扛了，你就可以躺一会儿。其实有时候呢，可以叛逆一下。其实有时候呢，也可以去展现自己的脆弱，也可以去告诉周围的人，告诉世界，你也有自己不完美的一部分，你也有自己可能没有足够能力的一部分。你也可以像小孩子一样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的话就转身走开，或者是有能力就可以申请去做，没有能力的话也大大方方的说这个事情我不行。反而是这样的一种状态，放下一些面子啊，放下过多的一些虚荣或者是尊严的话呢，其实你会好过很多。其实反而呢，你会更加的轻松，更加的一些自在哦。在水逆这一段时间，其实你会更加的成熟。当你愿意去放下，当你愿意不再去逞强的时候，反而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状态。好，水逆这一段时间呢，你也会不再欺骗自己。明明不喜欢一件事情，还在硬撑；明明有一段关系让自己很累了，好像还要装着很有情商、没有事情的样子，好像
明明自己快撑不住了，还一直说我没事，我可以。那么水逆这一段时间，就是让你承认有一些事情你不想继续了，你想说实话了，你需要帮忙，所以会给你更多重新看清现实的机会。很多的真相都会浮出水面，这种真相呢，更多的是知道你自己的一些真相，更多的去面对自我，丢下一些包袱，卸掉一些面具，然后承认自己还是蛮需要被照顾，或者是蛮需要松一口气的，不再假装，也不需要一直向前冲。其实偶尔慢下来也是一种力量。人生就是一种经历而已，不去过多的追求输赢好坏，或者是社会定义的成功或者是失败。最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是不是享受你的生命活力呀？你是不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？那么你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自我认知之后，收获到足够的能量，迎来一些奇迹。最主要的是呢，你会看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些节奏跟美好的一些状态哦。好，最近呢，你在内在觉醒，你在获得命运的重启，因为更多的知道哪一条路是属于自己的，哪一条路是不属于自己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哦。稍等一下，做一下整理。首先，命运之轮是转起来了，好运来到你的身边了。很多事情呢，都在缓缓的去进入到一个向上的转变之中，能量翻转，迎来人生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点。很可能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些机会来到你的身边，而这些机会呢，也不是说凭空掉下来的，真的是你前一段时间辛苦熬过来的回报，带来新的希望，带来新的情绪连接，带来新的创意的萌芽，也可能是你内心的这种潜力，你内心的这种力量柔软，重新的被唤醒起来。你可能会突然收到一个很棒的消息，你可能会认识某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，拓展自己的人脉，你也可能开始一个全新的方向，或者你内心某一个早就想去做的这种念头被点燃，然后去进入到一个人生全新篇章的起点，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消息。你当下在期待什么呢？如果你当下脱单的话呢，立秋之后是有脱单的机会出现的哟。如果当下呢你在期待好的工作的话，那么你会遇到自己心动的、喜欢的好的工作机会来临。总的来讲呢，当下你可以向宇宙许愿，你期待怎样的好事情发生，那这个事情就是会获得新的机会来临的。好，另外第二部分我们可以看到，你将重新找回自己更多的一些价值感，更多的一些使命感。权杖骑士是一个很热血、勇敢、有行动力的人，这就代表着在立秋之后呢，你自己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
能量、能力、有动力的人。你不会再让自己是一个边缘人了，而是从这种匮乏的状态之中醒来。你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，你会带着选择权去给予、去付出，你不会去配合任何人，你会找到你感到真正有价值的一些工作或者是项目，你开始去帮助于别人，而这种帮助呢，是会收获到好的业力，是会收获到好的福报的。虽然你自己是不会说我去做这件事情帮助别人，给到会收获到怎样的一些价值，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，就是内心以爱的名义去帮助，反而是你帮助的人越多，你收获的金钱，你收获的能量就会越多。你也会发现你愿意去改变了，你愿意去主动帮助、主动做事情了，然后发现原来你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真正的使命所在啦。所以可以看到自己不会再被忽视，自己也不会被消耗，而是实现更多自己的力量跟价值，内心是非常喜悦的，内心是充满着这种激情的。其实你很愿意去服务他人，身边呢也会有人来寻求你的帮助哦。而这种帮助是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财运的，这也是非常好的消息。自己的金钱运势会提升。另外，身心灵会得到更多进化的能量。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，而是自己做这件事情开不开心。所以在精神世界上面会达到更多的一些自我的满足跟幸福感，也不会太多去在意别人的一些评价，也不会希望好像被周围所喜欢，被周围所需要，反而是不再为取悦他人而勉强自己，学会不着急，学会不解释，学会不怕别人不懂自己，反而开始感受到很安静的力量，走自己的道路，只要自己高兴就行。在精神世界上面呢，会有更多的一些开悟哦，会收获到内在的一些智慧。很好的是，你会从这种外界的评价体系之中抽离出来，然后真正的就是坦诚的面对自己的感觉，面对自己的一些判断，也不怕别人会怎么说，别人会怎么想，也不怕外界会打乱自己的节奏，就是按着自己的想法来，反而会收获到很强的内心喜悦、乐观、积极的一些力量。这也是让你不再墨守成规，让你不再呢可能追随大众了，寻找到一条专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光明的道路，这是非常棒的消息。你会找回自己真正所热爱的事情，你会不忘初心。你可能会放弃一份爸爸妈妈觉得不错，但是并不给你带来快乐的工作。你可能在做人生选择上面，不再去被爸爸妈妈所束缚，而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或者是社会大众认为对的事，对于你来说你根本就不 care， 所以可能你会去做一些很小众的事，只要是自己开心的就好。内心呢是有会很强的能量的，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挣钱的，最主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，那么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坚持，有匠人精神的话，那总是会成功的。当下不可能一天暴富，不可能一天就成功，那没有关系，10年磨一剑，总是会成功的。反而有这样的一种积极的心态之后呢，建立了更强的一些自信，
而且呢，有的宝宝呢，可能是曾经受困于父母给到你的一些影响期待，受困于可能一些年纪大啦就一定要结婚的这种包袱，或者是女生的话呢，就一定要生孩子，或者是一定要会做家务这样的一些思想的传统思想的一些束缚。那么在立秋之后，你都会摆脱这些束缚，因为你会开始清楚真正自己喜欢的是什么。而当你遵从自己的内心之后，你会发现好像全宇宙都在帮助于你，周围的人呢也不会再去反对于你了，也不会再给你任何的压力呀，或者是任何的一些控制。所以亲爱的，你不会再强迫自己达成某一种好像世俗的标准了，不再去扮演某一个角色，而是会真实的表达自己的一些需求。无论是在人际关系里面，还是在生活状态里面，你都更多提升了自己的质量，你都更多的追随了自己的内心，从自我的这种限制之中跳出来，重新去建立信任，不会被那些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去焦虑。能不能活到10年、20年后再说，最主要的是当下每一天都是开心的、快乐的，那么未来肯定不会差。所以你也会在内心有更多信念积极的翻转，重新去信任自己的道路，不再自我怀疑，敢于开口去争取，敢于主动去出击，敢于去尝试未知，不是怕出错，而是觉得我能行，我有更多的底气，我有自己专属的安全感。所以亲爱的，在立秋之后，虽然不是说很多事情都达到一个逆袭，但是呢，你正在慢慢的不动声色的去获得自我的一些胜利，你变得更加的轻松，变得更加的有松弛感，变得更加的有信心，变得有更加的坚定了。你是自己未来的创造者，自己的人生剧本自己写。所以你也不是那种被命运推着向前走的人了，而是握好自己的方向盘，从内而外真正的去出发，真正的去驾驶自己想要去的道路。这是非常棒的讯息哦，得到很强的一些力量。你不再是一个拖着车向前走的人，而是一个开车向前走的人。很多事情呢，都正在慢慢的去种下来，即将收获到，你也可以看到很美好的果实。特别是在8月7号左右，你就会显现一种我不想再忍了，我要有更多的叛逆，我要去启动改变了，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。然后8月11号呢，到8月28号这一段时间，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面上下的一些波动，但还好，这些波动呢，是和自己的旧我分开。你一直逃避面对的问题，会浮出水面，会看到真相，哪些是自己真正喜欢的，哪一些可能是自己被推着向前走而去不得不选择的。而8月28号到9月3号呢，你的头脑在水星顺行之后会变得更加的清楚，很多纠结的问题开始有解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云开见光，会充满更强烈的一些希望。而命运之轮跟圣杯侍从呢，也告诉你转机正在向你走来，小宇宙在你的心里面点燃了运势回归。9月中旬的时候，你会有更多自我认知的升级，可能知道原来你一直都在压抑了真正的自己，你会把这种注意力呢从外界拉回到自己的身上，这也是觉醒开始的标志。9月末到10月初，行动力会回归的，
不再只是想，只是感受，只是计划了。你会开始新的工作，或者是新的项目、新的方向。有人可能会主动的找你合作，你可能会重新去建立起某一段更加健康、更加真诚的人际关系连接。你会从那种我好像该做点什么，然后变成我已经在做了的这种状态哦，充满行动力，知道自己在往对的方向走，那种踏实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强。10月中旬会收到回馈的，我没有白白的坚持，我是真的在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会有好消息降临，会有人终于理解你、支持你。然后某一个坚持了很久的计划开始有收成了，你自己的能力也会被看见，你自己的魅力也会被肯定的，这是非常棒的消息哦。所以可以看到呢，立秋这一段时间是有一些转变的，但也有很好的一些突破。最后呢，宇宙会给到你一定的提醒作用。那么当下需要去注意什么，可以接住这一波能量的反弹呢？有耐心，有未来，大胆行动，大胆表达。现在可能不是那种马上成功的时候哦，所以不要去半途而废。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面，你已经努力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有些怀疑这样做有用吗？值得吗？还要继续吗？宇宙告诉你，坚持你现在做的事情，不管是学习也好，还是健身也好，还是减肥也好，还是存钱也好，还是说创作也好，还是说慢慢去离开不适合的圈子也好，不要断，不要着急，一点一点的累积能量，你会看到，你会有成长的。而时间会证明你做的是对的，你只要坚持，你就会看到真正的收获。另外呢，可以重新去规划一下未来的版图，你可以更多大胆的一个设想。如果你想的是我要在今年存5万的话，那期望你告诉自己，你可以存10万，因为你完全可以做到的。所以可能目前你的梦想有点小哦，拿纸拿笔写下来，接下的我想要生活是怎样的，我想去完成哪一些事情，给自己理一个愿望清单，给自己画好这个蓝图，或者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方向，新的方向，无论是说想搬家、想换工作、想创业，还是说改变关系状态，还是说出国，还是说学习更多的一些技能，先不要仅仅是考虑，而是写下来，制作一个这种愿望清单，一步一步的去实现，你就可以去完成了，好吗？亲爱的，另外呢，告诉你哦，在人际关系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冲突，可能会出现一些竞争，你需要去大胆的表达你的立场，大胆的表达你的想法，说出你真实的感受，不要为了一时的和气而去压抑自己，反而是直接讲出对方有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好，或者是让你误会了，面对面去交谈，很快就会化解误会，很快反而别人会尊重你，好吗？有需要的话就去争取，有需要的话呢就给自己发声，反而会让一些不舒服的关系变成健康的对话，变成健康的关系。你有权利去表达，你是不需要去配合别人的剧本的，哪怕是自己的老板，哪怕是自己的经理，你可以约他单独去聊一聊，那反而会让对方更加的重视你，更加的尊重你。好，最后呢，宇宙告诉你，可以看出这段时间你是蛮有灵感的，这是好事情。身上呢带一支笔，带一个小本子，有灵感的时候，有想法的时候就记下来，对你绝对是有用的。另外呢，一定要记住感恩，
感恩就可以让你拥有一切。无论是说感恩今天的食物也好，感恩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也好，告诉你哦，任何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有好的一面，都有坏的一面。最主要的是你帮助自己看到了哪一面。如果你永远都看到的是最值得感恩、最积极的那一面的话呢，那你就会创造非常幸福的人生。比如说，考试没有通过，那么坏的一面就是有压力啦、失败感啦、挫败感啦。但好的一面是，你获得了重新复习扎实基础的机会，你可能会在复习之后有更多的一些进步，那下一次你会更加的踏实，更加的有信心。或者是如果感情分手了，坏的一面那当然就是痛苦啦，那当然就是遗憾啦、失落啦。但好的一面是，你记住爱跟被爱的这个时光，从过去之中学习到自己的情感需求，然后明白未来你需要怎样的人更适合真正的你，反而感恩这段关系，它教会了你如何更好的爱人，也更好的爱自己，也祝福对方。你知道吗？反正呢，所有的事情你都看到最好的那一面。感恩让我们把注意力从缺什么而转向了我已经拥有了什么。感恩让我们停止去比较，开始珍惜。感恩呢，也不是因为生活完美，而是因为我们愿意看见生活里值得爱的那一部分。感恩也会唤醒内心的一些平静，会吸引到更多的好事，更多的好人靠近我们。你越是感恩，你就越幸福。感恩就是通往幸福的桥梁。另外，你知道在我们的头脑里面，感恩跟焦虑是在同一根神经线吗？当你焦虑的时候，当你害怕的时候，马上去感恩。这样的话就会让你做很积极的一些调整，就会让你越来越成熟，就会让你收获到足够的这种幸福感。最后呢，宇宙告诉你，请在累的时候给自己更多安静的空间吧。不一定是说要打坐、要冥想、要瑜伽哦，但是可以给自己一杯安静的茶，可以给自己一个发呆的阳台，或者是听一首让你想哭的歌，或者是好好的睡一觉，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回归自己，让我们可以充电、恢复能量的。记住这几点哦，就会让你更多显化你的美好，宇宙一定会帮助你的。亲爱的，保持积极的能量吧。这个视频呢，可以多多的听几遍哦，吸收足够的能量，显化自己更美好的运势。最后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立秋之后一切都会逆袭，惊喜等着你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立秋之后，在哪些方面你会有大反转呢？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当下你自己的状态能量。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呢，就可以继续往下听；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集中能量的牌卡选择，代表刚才的能量并没有集中哦。好，当下自己呢，其实还是蛮有敬畏之心的。目前对生命或者是某一个课题，也许是未来，也许是关系，也许是宇宙，也许是某一种选择，自己还是蛮敬畏的，也可能有一些迷茫，好像是站在一扇巨大的门之前，有更多的一些选择，有更多的一些犹犹豫豫，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之中有一些目标进展不是很顺利。人际关系呢，有一些反复的拉扯，或者是对自我的一些价值有一些怀疑。虽然在经历一些混乱，有一些挣扎，有一些被卡住，但是内心呢，还是蛮慈悲的，还是蛮善良的，还是对别人的痛苦比较敏感，也开始反观自己，愿意去原谅，愿意去理解，愿意去疗愈。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，都保持着一种友善，都保持着一种温柔的声音，
实际上自己当下正在进入到一个蜕变之中，可能在一个觉醒，但是还没有完全跨越的临界点，有一种新的能量正在涌动，还没有完全的显化出来。你感觉得到某一种命运的安排，但是又不知道该不该顺流而行。目前看到你正在酝酿心灵层面的突破，特别是在立秋之后，可能会有更多转化，比如说人际关系的转化，开始设立边界，不会一味的牺牲或者是讨好，也开始学会用更加成熟、更加平静的方式去处理情绪，自我价值感会有觉醒，精神信念得到更多的一些强化。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创业的人，那么可能前段时间呢，你有尝试了很多的方法，然后并不是非常的顺利，你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适合这条道路的，你害怕失败，甚至有可能想算了吧，不用去创立了，可能自己不是走这条道路的人。但是立秋之后呢，你会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力量，得到更多的一些想法，得到更多的一些自信。你会意识到自己不是失败的人，而是还没有找到对的方法而已。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一位贵人，你可能会有因为一本书点醒了你，也可能因为一个故事启发了你，让你重新去坚持自己的 idea， 坚持想要去创业，然后带着更强的底气跟自我价值感出发。你会考虑到没有关系，这个结果最主要是在自己创业这个过程里面，你肯定会收获到很多经验啦，很多知识啦，很多强大啦，很多人脉啦，很多这种活力呀。所以说当下的你呢，就是这样的，你正在经历一个更多的敬畏，更多坚定的自我，你也在积累这种跳跃所需要的这种反弹力。你知道吗？敬畏是会让你谦卑的，挫败感是会让你觉醒的，而慈悲是会让你疗愈的。所以这3张牌卡的能量确实是蛮强的。可能当下呢，你以为你被困住了，反而当下把你困住的一些东西，会激发你更大的一些能量跟突破翻转哦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如果有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。宇宙会给到你非常奇妙的一些讯息。好，在水逆这一段时间，在立秋前后的这一段时间呢，你的能量是会跟星象互动的。在8月份，水星会在处女座、狮子座之间逆行，这一段时间呢，你可能会有很多重新的一些考虑，重新的一些整理。你可能会回往过去，整理一些旧的人事物，可能会出现一些沟通上面的误会，计划上面的延迟，或者是交通上面的混乱，但这些呢，都是会让你释放一些旧的模式，然后得到更多的一些自我反省的。你会开始有更多的一些开放，因为水逆呢会逼你去反思，你真正抓着的东西，当下是在保护你，还是说困着你？你知道吗？也许你害怕失去某一个人，或者是某种生活方式，或者是金钱上面的安全感，反而导致你不愿意去冒险，不愿意去放手。控制就等于焦虑，而释放就等于成长。Open
反而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拓展跟可能性。所以水逆这一段时间会让你去思考哦，比如说你想去买房，那么这个欲望是你自己想要的，还是说别人社会房地产商强加给你的？因为你会考虑真正的去拿纸拿笔写下来，计算下来，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买房跟租房哪一个更适合自己呢？也有可能你会担心自己金钱不够，然后不敢去换工作。也有可能你害怕感情失败，所以不敢去主动追求，或者是死守着一段并没有热度的关系。你会去看到你的执念，你也会去看到真正能给到你安全感的是什么。所以水逆这一段时间呢，对于你来说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冲击的。你可能会表面上看着好像有一些事情停滞、暂停下来了，有些被卡，但实际上呢，能量是在快速的酝酿之中的。你可能会在等到水逆结束之后，特别是9月初，会迎来行动上面的大释放，你会有很大的一个调整，离开旧的模式、旧的想法，或者是旧的一些人事物，你可能会从旧的这些内耗之中走向更加宁静的方向，你也可能在人事物上面做一定的断舍离，不会死死抓住一些东西，而真正的愿意伸开自己的双手去拥抱未知，去拥抱未来了，自己会做出强有力的决定，而踏上新的旅程。所以这种行动呢，也会让你顺势而来，也会让你的命运呢快速的转起来了。这是非常棒的消息。这一次的水逆会帮助你去有更大的蜕变，去有更大的行动，去新的环境，去接触新的体验，新的人事物。那么具体会有哪一些事情的反弹呢？首先就是选择，会选择自己更热爱的事情，而不是自己更加熟悉的一些事情。会选择脱下自己的面具，会选择真正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？自己真正的忠于自己的内心了吗？你会打破过去的人设、旧有的模式，重新面对感情、合作，做出更多成熟、更加自由的决定。举个例子，可能你和自己的某一个前任啊、暗恋对象啊，或者是你在有些感情上面断断续续、拉拉扯扯，始终放不下来，幻想着他会回来，或者是他是我的唯一，或者是还可以更好，但其实你们的关系早就卡住了。你终会看见很多东西只是自己的幻想，不合适就真的不合适，没有办法在性格上面去改变他人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，只有改变自己。但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无能为力去改变自己的时候，那么放手其实是最好的。也有可能当你放手之后，你会遇到真正适合的自己。放手其实就是放过彼此。那另外一个例子啊，就是
如果可能你一直去扮演的，过去是扮演一个很懂事的小孩啊，很孝顺的小孩啊，或者是那种牺牲自己的哥哥或者是姐姐呀，或者是在别人眼中呢，你就是那种很乖的小孩。但其实这些乖啊，这些别人的期待、别人的表扬，已经让你自己有一些喘不过气了，用孝顺的名义而去捆绑你。而这一次，你会去做忠于自己的选择，不再依存爸爸妈妈的一些期待，而去选择自己的工作，选择自己的人生。也可能因为父母的逼迫，你一定要去读研究生，你一定要拿高的一个文凭，但实际上你根本不喜欢读书，或者是你年纪已经大了，你已经读不进去了，那么很可能在水逆之后，你就会跟父母长谈，告诉他们你要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。所以亲爱的，这些旧的状态呢，你都会去改变的。终于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做选择了，非常棒，恭喜你，很勇敢，很大胆，也很真实。选择你所爱，说你想说的话，做你想做的事情，这非常的好。另外呢，你也会有很多重大的一些发现，会发现一些不好的、不可逆的一些本来原本自己很执着的一些事情，可能反而是一种限制。所以你本来以为，举个例子，你本来以为自己这个工作做久了的话呢，就可以去升职，就可以有更大的一个突破。结果你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，可能你一直在重复这个模式里面，所以你会去主动辞职。也可能在事业上面的例子，也许你做的这件事情呢，你会觉得做的并不好，但是身边的人却突然给你了肯定，突然你受到了老板给你的奖金，或者是老板给你安排了更大的项目，突然之间你会看到，其实你比自己想象的看见的更加的强大，那你增加了更多的自信心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，你也会从不同的一个角度，上帝的视角，看清楚很多事情的一些真相，让你瞬间得到一个清醒。有些事情不是结束，而是重生，而是让你不再被操控，你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行动的，你是可以去追求原本自己一直不敢去追求的梦想的。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哦，突然变得很通透，突然变得很有智慧了，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结束，反而让你看到更多的一些新的可能性、新的机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出现流言蜚语这张牌卡。那这张牌卡有点妙，因为这个主牌之后呢，跟着的是权杖女王的逆位跟愚人的逆位。有些事情不会再无所顾及，有些事情不会再被压抑，有些事情也不会去压制于你了。如果说你过去很高调，很有主见，太过于的张狂了的话，你会听到也许有人在议论你。那么这种议论呢，对你来说不是坏事情，反而让你知道你需要去收一些锋芒，需要去低调一些。也可能举个例子，你总是去顾及到同事啊、亲戚啊、朋友的一些看法，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怕被说太自我、太张扬了。但是这一次，你会鼓起自己的勇气，去公开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，做真实的自己，甚至可能在社交媒体去展示真实的自己，哪怕有人去议论，你也不在乎。当下呢，你不会用一种怕丢脸，或者是爱面子，
或者是不够专业的一些负面的包袱的一些想法而拖延了，你可以更加的坦荡，就是不再去顾虑别人的一种质疑，而是我就要这样做，因为我开心呢。所以你会摆脱讨好型的人格，或者是摆脱那种过度自我压抑的枷锁，或者是你也会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，从一些小道消息，从别人的闲言闲语之中呢，你会有更多的一些觉醒。另外，利用好别人的一些眼光呢，也会让我们有更多的辨别之心，我们更多的知道好与坏，我们周围都是怎样的一些人，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一些清醒。还有就是摆脱别人的眼光呢，我们也是可以做到更多的真实自我的。所以身边呢有一些八卦的人，利用好其实蛮好的，有一些八卦的消息多听一听，然后也是可以去增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更加的清晰理性的去做一些判断选择，感恩一切，所有的事情发生其实都是有利于你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你会摆脱一些执念，会摆脱一些束缚，也可能更改一些不好的习惯。戒掉一些不好的动作。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会有人际关系的一种执念，有人他其实是冷淡你的，忽略你的，但是呢，你一直去跟他反复联系，幻想着跟他建立更好的关系，幻想着跟他复合，但是某一天你突然醒了，也许看到对方的一句话，也许看到对方的一个动作，你会看到其实他对你根本不在乎，而他也不会给到你任何的一些价值，所以你会开始将他拉黑断联，然后开始自己新的情感生活。也有的宝宝呢，可能你喜欢购物，然后喜欢买买买，有一天自己的信用卡刷爆了，然后决定停下来，我要去更正一下自己的消费观念。或者是有的宝宝你是很喜欢打游戏上网，那突然有一天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，然后你会看到自己久坐的这个习惯特别的不好，你会开始去运动啦，你会开始去追求健康啦，你会开始戒掉网瘾啦，或者是游戏的这些瘾。总的来讲呢，生活之中会出现一些事情，它很苦，但是它能治好你，就像是喝下一杯解药一样哦。所以会有些事情苦乐参半，会让你去做一些改正，改正自己的欲望、不好的执念、不好的消费习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你的第六感，你的直觉能力将增强，你也会行动起来，跳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创造新的生命阶段，很可能会开始新的计划，投身更多有意义的工作或者是活动里面。也许你愿意去参加一些志愿服务，也许你开始去写日记、感恩日记，也许你开始去换工作，也许你开始去选择更加适合你的人生灵魂目的的道路。总的来讲，选择这组宝宝的朋友们，在立秋之后，你会挣脱枷锁，挣脱旧我，然后打破一些幻想，找回自己灵魂原始的光和原始的声音。你会得到一个从里到外苦中带甜的重生，因为你本身就是有敬畏之心，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爱能量的人，只不过可能当下的这种卡住呢，会让你看到更多的一些真相，摆脱这种不适合的人事物，进入到人生的新篇章里面，这是非常棒的消息哦。
8月份对于你来说是比较混沌的，有一些混乱的情绪，有一些可能不太顺利的事情发生。但是正是这些不太顺利的事情发生，让你9月份呢有很多清晰的目标、清晰的选择，更加的聪明智慧。10月份就是会向前行进了。你不需要立刻去做对的事情，你只要忠于自己的情绪跟感觉，宇宙会在你准备好的时候推你一把的。那当下呢，宇宙也会告诉你哦，怎么样去做可以接住这一波好运，接住这一波反弹。近段时间呢，确实在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节奏，可能会有一些无聊，可能会有一些慌张，可能会有一些失望。情绪不是障碍，是指南针。情绪多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你准备改变了。迷茫呢也是好事情，是你不再愿意走老路了，不愿意再走回头路的这个反应。亲爱的，真正的这种反弹呢，并不是说一夜暴富或者是一次爆炸，但是呢，它是可以改变你的轨迹的。所以在近一段时间，你的思维正在进入到一个重置。火星在8月底进入到巨蟹座，行动力变得更加的有依赖，情绪也会更加的有安全感。8月份呢，你可以去感受这些情绪，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些动作。如果你有任何的计划的话，你可以稍微的拖延一下，你可以稍微的延迟一下。这些拖延延迟可能会让你有更好的 idea， 或者是让你看到更清楚的一些真相。在生活里面，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需求要求，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欲望。其实当你有这些欲望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看成人生多重选择，你有多种可能性。在9月份新月的前后呢，你就会慢慢的沉淀下来，然后更加的区分清楚哪一些是短暂的这种社会的诱惑、商业的诱惑、表层的吸引力，哪一些是你内心真正所喜欢、所召唤的？所以，亲爱的，寻找到跟你有情感共鸣的事情，哪一件事情让你眼前一亮，哪一个人让你想靠近，那就是方向。最主要的是，先不着急行动。好，另外呢，宇宙也告诉你，9月份的秋分能量，你会逐渐的明白自己需要跟谁合作，去哪里发展，要怎么样修复哪一些关系，什么时候才可以说出你真正想说的一些话。所以当你想做一些事情的话呢，在9月左右9月中9月底的时候再去计划再去行动会更好。那这一段时间呢，可以好好的去整理一下，感受自己的情绪，反而会让你甄别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。而当下呢，宇宙也正在训练你的信任直觉力，这也是非常妙的讯息哦。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呢，你可以给自己多一些深呼吸，多一些静坐，多一些冥想，多接触一些大自然，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松弛感、放松。其实不做选择就是最好的一些选择状态哦。而且情绪呢、直觉呢，会帮你理清楚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的。信任宇宙，信任自己，信任天时地利人和吧。好，保持敬畏之心，保持你的善良，保持你的松弛，自由自在的享受当下的生活。相信呢，你会在立秋这段时间想通很多事情，也接收到很多的好幸运的，会有很多的智慧注入哦，非常棒的讯息。最后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